Hello， 大家好，我是郭巴老师努隆基 Sam。今天我们再次从新北的新店出发。这支影片呢是今年3月份哦，继上一支影片就是跟国龙哥他们的 CB200X 的车队出游小骑一段的那一支影片之后呢，我趁着我还是骑这个 CB200X 这个 Honda 的多功能车趁着还在骑这台车的时候呢，我就很想要去那个北宜公路上有一个我一直很想去却一直还没有能够去的地方。那这个地方在 Google 地图上的显示呢是这个头城台九线 61K 飞行伞起飞台也有人这样简称它，说叫做宜兰飞行伞基地啦。那其实宜兰那个地方呢有好几个地方可以飞行伞但是呢有一个地方就在台九线的后半段头城那一段路段，在那一边呢就是有一个可以让飞行伞这样子跳下去的地方要上去的路程呢有一小段是这个 off road off road 我就是直翻啦，用中文翻叫做下路，好像没有人这样讲了反正就是 off road 就对了啦好，那经过这个地方，感谢美社有给我跟这个 CB200X 一个漂亮的照片。那这一张呢是在虎须湾拍的。那骑到一半呢，因为天气有点热我就想说要停下来补充一下水分最近天气慢慢热了，大家记得要多多喝水然后呢，骑到了坪林的街区以后，就变得好像没有特别要停下来买个饮料的理由了所以呢，我就想说没关系，那我就直接骑好了。像这个东木和茶庄还有我常常停留的这个全家便利商店就没有停留了，就趁着骑起来还正顺的时候就一路的给它骑下去啦。那个飞行伞基地那边常常看很多人的影片都有去过，像这个飘哥雨神飘他也去过，然后有好多人都觉得这个地方不是特别难上去，对不对？因为它就在台九线的一个路边。可是我之前都是骑 CB300R， 那是一个街车我就不太敢经过那个 off road 的路段，就怕说那个底盘会不会太低就是经过这个上上下下的坑洞的时候，就会刮到我的 CB300R。虽然这台车已经是重机里面CC 数比较小也比较便宜的 Honda 的车款但是我还是救喵喵还是很心疼它，因为很喜欢它嘛，要骑很久很久，对不对？所以就趁着我还有在骑我哥哥的这一台 CB200X 的这一个礼拜的时候呢，赶快来去测试一下这个多功能车这个行程比较长，是不是会比较容易骑上去这样子。好，那这一段呢，我们就用有点快转的方式就骑过去啦。刚才经过了县界公园，然后这边就是台九线的头城路段。虽然说北宜公路骑了很多次了不过今年呢，好像还真的没有骑到北宜的这一边来呀。好，骑着骑着，地图显示是快要到了那在这一个大大的发夹弯弯过来之后呢，好像就在右边，可是怎么右边好像没有看到从哪边骑上去难怪以前每次骑经过都没有发现这个时候呢，原来在这一边原来是在这个树丛的旁边哇，我终于骑上来了。虽然看人家影片已经看过很多次了终于我自己骑着CB200X 上来了。那因为是多功能车款，行程真的有比较长骑起来也比较放心，所以呢就一口气的骑上来啦。那上来这边免不了呢要赶快拍很多的美照。哇，从这边可以直接这个俯瞰南洋平原，风景非常的好。
然后这边有一个斜斜的下坡，果然真的非常适合这个飞行伞的玩家，就从这边呢打开它的飞行伞，沿着这个下坡跑下去。哇，好像可以想象那种飞行伞自己张开来之后，就产生一个浮力把你带起来的那种感觉哈。好，那边还有一棵树，哇，长得还蛮高的哦，树下还这个系了一个荡秋千，蛮有感觉的。好，那这边就是从飞行伞的起飞台往下看的角度。那这边就是爱车 CB200X， 这个之前在我的影片中有介绍过 CB200X 哦，它有很多的条件都跟 CB300R 非常像，包括它的轮框都是前后轮17寸的哦，然后它的车重，然后它的这个一些级数啊、单缸啊等等的很多部分都很像。不过怎么说，它都是白牌车，稍微轻一点哦，所以骑上来呢，真的是没有什么负担，非常的轻松。哇，终于我也来到了，这里就是宜兰的飞行伞基地。这次是借骑我哥哥的车哈，那之后把车还给他之后，大概也不会再骑我的300R 过来了啦哈。好，来过一次就好了，我也解锁了这个飞行伞基地。好，那就要下山了。那这个从这个小小的下坡要下去的时候啊，这个我是谨慎的评估了一下哈，因为啊上来的时候比较没有问题，可是下坡的时候呢，靠近一看啊，哇，这个坑洞还蛮大的哦，所以没有把握可以用骑的下去，还是慢慢撸好了。好，终于平安下庄了哈。这个毕竟我不是鲁特嘛，这台是多功能车，又不是越野车哈，所以这个以不摔车为最高原则啦。那这个帅不帅气不是最重要的，我这个慢慢撸下来，可以安全下庄最重要啦。好，那都已经来到了这个台九线的头城路段了，想说就来去礁溪来吃中餐啦。那经过了一些以前常常拍照的景点，不免俗的也要来帮我们的 CB200X 拍一些美照啦。好，那这个地方呢，则是这个看南洋平原非常靠近的一个转弯点啊，相信大家都知道在哪里啦。这个北宜公路的头城路段呢，真的是比较绿意盎然哦。虽然在县界公园之前也有一段都是这个柳杉林啊，这个非常漂亮的那一段，很有森林感。但是在这个后半段呢，有很多的树啊，它跨越了这个马路的中间，所以这样子骑过去的时候呢，也好像有这样子绿色隧道的感觉，其实骑起来是非常舒服的。然后最后的几个发夹弯了哈，这边弯出来，那个路边也是可以俯瞰南洋平原的很好的地方。然后呢，我们就来到了礁溪了，这里是礁溪很热闹的街区哦。哇，看到有人这个直接跨越马路，哇，还是要让他，对不对哈？然后这边呢，好，汽车哦，想停就停哦，双黄灯一打，好，那就只好我就从这个夹缝中求生存啦，因为我也不能跨越双黄线嘛。好，这说着说着就来到了今天的目的地啦。这个是之前跟我一起骑车的Joe哦，他有推荐我可以来礁溪吃这个猪肠冬粉。哇，这个之前有看过台北骑士的影片也有介绍过哦。那来到店门口呢，发现门口是这个双黄线，我就是这么乖哈，我不会在这边直接转，我就跑到前面的红绿灯这边再来回转。好，那这个一定要守规矩啊，不然你有的时候你觉得好像这样子回转没有问题，可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危险就出现了哈，所以还是尽量避免这样子的动作。好，猪肠冬粉
哇，门口就有很多的机车格。那我今天是白牌机车，所以理所当然的可以停在这边啊，真的是太爽了啊！好，看一下它的门口哦，有贴这个什么宜兰10大好食啊，想必这个店是蛮有历史，然后也是蛮得到大家的喜爱的。好，那我就来尝鲜看看哈。这个老婆大人 Kelly 喜她是蛮喜欢吃猪肝的，今天就算是我是先来探路，试试看他们的猪肝啊，还有他们的这个猪肠冬粉好不好吃。好，这个就是他们的猪肠冬粉，算是他们的招牌啦。那这个表面上看上去也没有什么特别吸引人的地方，对不对？但是就是猪肠一定要洗干净，然后呢煮起来要香，还有它的汤头要熬得好喝。再来这个猪肝哦，它是凉拌的哦，大家不要以为是热的哦，不是热炒，它是凉拌的。但是吃起来呢，真的非常的柔软。好，这个猪肠给大家看一下，好，热热的猪肠，然后喝它一口汤头。哇，这个配上一点这个胡椒粉，真的是蛮不错喝的，就是有点像这种米粉汤，有没有？这种平凡的老味道是最耐吃的啦，不像这个有一些什么麻辣呀什么的，那个乍吃之下是好吃，可是其实长期对身体都不是太好。这种稍微有一点平淡，那你稍微调味一下，就会很合你的口味。这种东西呢，常吃好像也不会对身体造成负担哈。哦，大家看我吃成这样子啊，都没有形象了，的确是蛮好吃的啦。然后他这边有免费提供这一个是辣高丽菜哦，这个不是萝卜哦，这个是高丽菜干。我觉得这个蛮好吃的，用这个比较重口味的东西，然后搭配点缀这个味道比较朴实哦，比较温润的哦，这个猪肠冬粉，所以搭配起来是蛮好吃的。然后大家看它这个猪肝啊，这个晶莹剔透哈，调上去的那个酱，配上那个去腥味的姜生姜，搭配起来也是个绝配啊！下次一定要带 Kelly 一起来吃啦。好啦，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的影片啦，不知道大家喜欢吗？如果你喜欢，记得要按赞、订阅、加分享，还要开启小铃铛。那如果你喜欢看很多机车美照的话，记得要加入我的 IG 或是脸书哦。我是锅巴老师，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安妞。